那刚才说了这么多，不好，这么多挑战，那为什么我还是想要走入传统婚姻呢？Hello， 大家好，下个月的15号，也就是11月15号，我和陆小哥就要领证啦，激动激动。然后因为我们的爸爸妈妈没有办法来到新加坡，然后所以我们就打算做一个非常简单的结婚注册仪式，就是有2位结婚见证人，然后有1位婚礼主理人，然后有我和他，就是一个小小的注册仪式在新加坡这边。然后这期节目呢，我想做一个婚前的闲聊，就是也许你和我有一样的想法，也许你和我有一样的困惑，或者你是不一样的亲密关系的实践者，也欢迎你来告诉我你们的想法。然后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聊的就是为什么我想走入传统婚姻。其实对于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很多人的答案都是完全割裂的。就是一部分人认为结婚生子这是一个人生的必走的程序，就是无论你是什么人，你肯定要走到这一步的结婚生子。然后另外一部分人呢，他们心里想的就是传统婚姻是社会约束下的一种落后形式，爱情和婚姻其实关系不大。以前也听过一句很经典的话嘛，就是离婚的最大原因就是结婚。然后我觉得每个人的成长经历不同，然后所见所闻不同，对于传统婚姻的观念肯定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那对于我来说呢，其实我是带有一些传统婚姻的悲观主义的这么一个人。然后我这个即将步入传统婚姻的人，就来聊一下我对于婚姻的一些看法吧。首先呢，我觉得长时间的和一个人相处，有可能到最后就会变成和自己相处的一个过程。然后有时候站得太近，你反而会看不清对方的脸嘛。这是一个比喻，但是我觉得也要时刻提醒我自己，就是给彼此一些喘息的空间，然后让对方都可以看得到对方漂亮的脸，对方的魅力。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在相处的过程中，其实有很多问题你想掩饰，你想回避，但是时间就像是放大镜一样，就是不久的未来你肯定会碰到那个你想一直回避的问题。我觉得这些问题呢都非常的实际，就比如说你是不是一个小气鬼，你是不是一个没有担当的人，喜欢逃避责任，逃避问题，你是不是一个对自己和对别人都诚实的人。这些非常非常现实的问题，如果说你不想去解决，或者说你一直回避，那肯定会成为日后就是婚姻的一个隐患。当然我也不认为说婚姻这个法律程序有一个多么大的魔力可以让不爱的人变得相爱，或者说避免一些不好事情的发生。因为我觉得就是很像买保险嘛，这件事情它保障的并不是说你这个人不会出事儿，而是出事儿以后可以有一个完整的法律程序来帮你处理后续的事情。那我觉得婚姻也是一样，还是事在人为嘛，需要有体温的人去来维护这件事情，而不是单纯的法律。那刚才说了这么多不好，这么多挑战，那为什么我还是想要走入传统婚姻呢？我觉得第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我遇到了一个非常温暖、非常可爱、非常单纯的一个男生，然后我愿意相信他。第二个原因呢，是我很好奇传统婚姻会给我带来什么。其实因为我是双子座嘛，然后双子座就是做很多事情最大的理由是因为好奇心。然后可能我拍视频也是这个原因，我想知道拍视频会给我的生活带来什么，然后是好或者是不好，或者说这个通过记录我能记录下来一些什么。所以第二个原因就是我很好奇传统婚姻会给我的人生带来什么。然后第三个原因呢，是
我觉得这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然后我想把这件不简单的事情做好。我不想当一个逃兵，就是因为我不想负这个责任，因为我觉得它很难，而我去逃避的这么一个人，我不想做这个逃兵。然后第4个原因呢是，也许在不久的以后，我想要一个小孩儿，那么在法律上我是非常非常需要传统婚姻的。然后这些就是我想要走入传统婚姻的原因。好像说的过于实际了，但这就是我走入婚姻的真实的原因。然后第2个话题呢是如何找到适合结婚的人，如何判断他是不是适合和你一起走入传统婚姻的人。然后这里聊的并不是说找到恋爱对象或者是适合恋爱的人，这个不是，我说的是如何找到适合结婚的人。然后因为我觉得对于恋爱来说，就是对于比较年轻一点的男女来说，就是恋爱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发掘自我，不断发掘这个世界的过程。你尝过了盐才知道那是咸的嘛，所以只要在安全在健康的范围内多去尝试，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儿。然后我想举的一个例子嘛，就是我高中时候的同桌，她是一个很漂亮的女生，然后我们班公认的那种大美女的类型。然后她情窦初开的时候呢，也比我要早一些，比我们要早一些。然后当时我还停留在就是看一下偶像剧啊，看一下电影，然后就很满足了的那种年纪。然后她已经开始实战了。然后呢，作为她的同桌，我很荣幸成为了她的恋爱参谋长。然后就是那个时候，比如说她在班上，然后有比较感兴趣的男生，她就会在之前根据她的性格喜好，还有包括每天的穿搭做一个评估。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她不喜欢穿白色裤子的人，白色长裤的男生他不喜欢。我们就经常根据他这些很可爱的一些偏好啊，然后做一个评估，然后评估出这个男生值不值得他去追一追。然后现在想起来也非常好玩。其实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是你尝试了以后，你才知道它合不合理，或者说它到底适不适合自己。就比如说那个他喜欢的从来不穿白色裤子的男生，然后他也不一定是那个适合照顾你啊，然后懂得照顾女生的那么一个人。对于男生而言呢，那个长头发会唱歌，然后学习成绩很好的那个女生呢，也并不是那个在她失落在她失意的时候愿意停下脚步安慰她的人。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不断试错，然后不断体验的一个过程吧。然后聊回正题吧，因为我刚才聊的是恋爱嘛。那对于婚姻来说，如何找到那个适合和你一起走入传统婚姻的人，如何判断他是不是那个对的人，那个适合你的人。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检验标准，就是你觉得他什么都不好，但是你爱他，那我觉得这样的人就不适合走入婚姻。那如果说你碰到一个人，你发现他有好多闪光点啊，有好多优点，然后你很喜欢，那我觉得这样的人就是适合和你一起走入婚姻的人。因为我觉得爱一个人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是喜欢一个人却不容易。因为我觉得爱一个人呢，有很多别的因素，就比如说他是你从小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你们有很深厚的感情，你爱他，你不希望他有一丁点不好。或者说你碰到一个人荷尔蒙让你无法自拔的那种轰轰烈烈的爱呀，那种爱欲的感觉。我觉得这个时候呢，是感性大大的大过理性的。那对于喜欢来说，我觉得喜欢一个人不容易，是因为真心喜欢上一个人，可能带有你的审美，对于真善美的理解，对于舒适度的要求，每天愿意和这个人相处，那他肯定是讨你喜欢的，对吗？而不是说我爱这个人，但是我不想每天跟他相处，
我只想偶尔跟他约会，我觉得这样是不太适合传统婚姻的。当然，这也是传统婚姻的局限的地方。但是如果说你选择的是传统婚姻，那么我觉得还是找一个可以让你每天快乐的人吧。因为我觉得人生很短暂嘛，然后对于我来说，可能婚姻就是要陪伴我50年、60年，真的是占了人生很大一部分呢。那肯定有很多和我观念不一样，或者说有其他形式的亲密关系的践行者，那么也欢迎你来告诉我你们的观念是什么。我也很高兴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些我婚前的一些胡思乱想吧，或者说一些想法，一些算是婚前的一些小心思吧。那如果说过了5年、10年、20年，我还有录视频的这个小爱好，那也许在那个时候，我还可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时间流过的痕迹。那这期视频就是这样了，谢谢大家的收看，然后喜欢我的视频记得订阅哦，晚安了各位。